你有嗯，什么特别让你觉得惊艳的例子吗？就是，哎，我觉得哇，他居呃，然这么快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拿到了，有没有这种那种某种 moment 那种时刻？哇哦，嗯觉得突然被打通了的感觉。我觉得基本上每次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每次都有。就是你就像凯里说的，你问他确实比问人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在 Glean 做marketing leader 的 Kelly，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舅啊，原来我们叫硅谷大舅，现在我知道大舅搬到了亚特兰大啊，是不是叫亚特兰大大舅？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啊！我为什么今天特意把Kelly 请过来，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线下在聊的时候聊到了他们公司这个产品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这个特意邀请 Kelly 来今天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格林产品的它的这个特点然后大家看看就是说现在的 AI 的产品它的这个形态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然后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工作。那要不然 Kelly，你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们公司吧，好吧？好呀，大家好，谢谢 Zoe 的邀请。我现在呢是在 Glean 做这个 Solutions Marketing，主要的意思呢就是把 Glean 这个非常这个还算比较新的一个 AI 的产品吧，带到各种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很多的传统行业，或者是每一个部门它都有自己一些具体的落地的场景，所以就把这 Glean 这个一个平台化的产品带到不同的用户当中，找到一些针对不同用户的很具体的 use case，以及能够在商业上面给他们带来一些具体价值的这种使用的场景，然后让他们明白到 Glean 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工作当中的一些帮助。我知道那个大舅你在公司也是用这个格林产品的，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你主要用这个格林的产品来做什么？对，我们公司是格林的客户，然后呢，我作为产品经理，我经常使用的就是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对话呢，比较多的是寻找公司内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就想知道某某这个缩写词3个字母缩写词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肯定在公司什么地方有，但是我找不到，我就问他，我说，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另外一个谁谁谁说到了一个什么产品，那以前的话我得去问他，我说你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以前怎么做的？那我现在就直接问格林，说，哎，你给我讲一下这个 feature，对吧？是什么一个来龙去脉，是什么 history 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比较常用的就是寻找公司内部它已经有的一个信息只是说这个信息因为它太多，而且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产品里面，所以我就直接跟格林交互。而且呢，因为它现在是除了这个 search 之外，还有个 chat，就你可以用一个自然语言跟它交互，我觉得这个体验就很好。嗯，嗯，嗯。这个行，我是不是可以。代替了原来的 Wiki page？感觉早些年大家有些什么 knowledge 要 share，在公司内部有一个内网的一个 是，Wiki page，然后我觉得有在那上，点这个意思。对，对吧？我觉得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 Glean 是做什么的，或者是技术是怎么实现的，大家可能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嗯。它可以做到这些。那 Glean 呢，主要是有几个，首先它是连接了大概100多个最常见的大家工作当中最常用的这个 SaaS software，从你的这个办公软件，不管你用的是谷歌的那一套还是微软的那一套，就是 Teams、Outlook 或者是 Slack、Gmail、Google Drive 这些东西都可以接上。包括每一个部门它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可能工程师就是 Jira、Confluence、GitHub、GitLab 这些，然后呢，support 部门就是客服部门，他们可能是 Zendesk、ServiceNow 或者是 Salesforce 的 Service Cloud。然后销售呢，他们用的可能是 Salesforce，然后 Gong Microsoft Dynamics，
市场部又是 Marketo 啊，什么 Asana 之类的，然后 HR 又有自己一套系统，财务又有自己一套系统，采购部门又有自己一套系统，那加起来呢，就是可能有上百个我们所见到的非常多的常见的 SaaS 工具。那 Glean 呢是和这些工具都是有这个不同的程度上的 connector，而且很多的 connector 都是我们叫 native connector，它用的是并不是靠 federated 的这种短暂的接，它可以很深度的实时的接到你这些东西，你所有的这个在这些软件当中发生的很多工作当中的这个 context。前段时间呢，也是有个 concept 特别火，就是这个 context is king，然后这个 context graph，有一些很火的讨论。那 Glean 就等于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 enterprise 的 context。那完了之后呢，Glean 其实是19年的时候，由一些谷歌的早期的这个搜索部门的核心的资深工程师成立的。那到了22年，这个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呢，那不仅仅是找到了这些信息，而且就可以进行一些归纳总结，直接把这个来龙去脉三言两语就可以跟你说明白。那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就是很多事你要问同事的事情啊，你要开会要对齐的事情就都不需要了，你就很少要搞什么所谓的 status meeting，你什么 status 每一秒你都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你等这些 status meeting 呢还可能消息还更慢。然后呢，比如说像产品经理你想知道，哎，客户对这个新的产品有一些什么反馈啊，或者他们有一些什么痛点，或者他们对你们的这个技术支持部门、客服部门经常提的有哪些的问题，那产品经理都可以把这些抓到或者像我做这个 messaging positioning 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到哦，客户会比较常问我们一些什么问题，他们对哪些话题比较感兴趣，那我也可以确保说，当我们跟别人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重点的他们就是比较关注的点都可以考虑到。等等，就取决于你具体的工作，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很常见的信息。嗯还有呢，就是每一个员工你可能想要知道，哎，我们 President Day 是不是会放假我有这个 education expense，我要怎么样 reimburse 之类的，那 Glean 也都可以帮你找到，直接就把1、2、3都说得很清楚，甚至链接都发给你，那你就可以跟着他直接做，就确实是帮你省了很多时间和心力。嗯。我特别要想举一个刚才就在10分钟前发生的例子哈，那嗯个具体的这个内容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分享，但是刚才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和 Kelly 在聊，哎，我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考虑过用你们公司的产品 Glean？Kelly 就直接掏出 Glean，然后在上面敲，哎，所有的公司，到现在为止，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有怎么销售方面有什么进展，然后他就格林瞬间就列出了一个 two page 的一个 summary，里面有正式的 sales call 的 contact 的信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聊了些什么，进展到哪一步，也有一些例子，我还发现了我自己的名字在里面，我只是因为去做这个 research 去注册了一个 webinar。然后我的名字也在里面，他就说哦，这所有也在里面，但是还没有 follow up，它还不是一个 high potential 的例子，所以他就把跟我们公司销售所发生的所有的 connection 瞬间就总结成了一个 one page document。我看到他觉得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个速度，对吧？你如果是在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 organization，你要去找人去问啊，这个公司销售目前进展是怎么哪一步了，他还要写个 report 给你，这可能没个半天都下不来，对吧？那这个有格定瞬间，这些东西就都可以展现在你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极大的提升了这个内部的对，很多的效率，对它吧？真的是比问人还快。比如说，哪怕这个销售就在我身边，我现在问他，Glean 直接2页就扒拉出来了，比他说或者打字都要快。对，比问人还要快。呃大舅，你有这种感觉吗？你问这个格力，你用下来什么感受？总体感受就是说，基本上它的这个交流流畅度跟一线的大模型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你跟他对话，你可以用非常自然的语言跟他对话，然后你可以跟他连续的对话，他就是你问他答了，他可以再回复你，然后他给你的答案我觉得比较适中，就是说不是特别长，也不是特别短，那么这个长度属于就是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呢又不是给你信息过载，而且速度还比较快。当然了，你是可以选的。还有一个 fast 模式，有一个 thinking 模式，然后 model 里面也有我一般就用auto，然后的话呢，就是总体来说它这个体验是可以做到跟一线大模型一样的，然后它就是说
一线大模型做不到的就是你的整个这个 context 上下文，那它等于是有整家公司各个软件的这样一个上下文，所以说你就可以搜到，不管 Google Drive 也好，是 Jira 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产品里的信息，而且是很多信息是分散在不同产品里的。同样一个，比如说我要问一个功能，它可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种情况人类其实是没有办法串在一起的，你基本嗯上不大可能你每个都去搜一遍。你肯定最多就搜一个了啊，看 Google Drive 有没有，你不可能说啊，Google Drive 搜一遍，这个 Slack 搜一遍，Jira 搜一遍，我每个都搜一遍，一般不太会。所以说它这个能力还是就是能够解决很多跨产品的一些能力，就是它整体的这个使用体验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也在不断的增加它的这个功能。就图好像我感觉好像它现在是能够 index 的软件变多了，就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好像还有几个是 missing 的。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也在迭代，然后什么的，我觉得也是一件就是挺好的事情，功能也在变强。现在搞这个 agent，一开始说你只能 chat，现在你可以做 agent，可以让它帮助你来做一件事情。虽然这个功能我觉得 adoption 还不是很好，但是有这个能力嘛，然后慢慢的来做这个 adoption，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嗯，你嗯，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惊艳的例子吗？就是，哎，我觉得哇，他居呃，然这么快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拿到了，有没有这种那种某种 moment 那种时刻？哇哦，突然被打通了的感觉。我觉得基本上每次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每次都有。就是你就像凯里说的，你问他确实比问人好，前提是你这个 context 给的是读的。就嗯假设你们公司有一些内容没被他 index，那就不行。但是如果他 context 读的，那他给你的结果是比你问人要又快又好又全。，Kelly，你给我们来一个这个例子呗？我相信你那里肯定有很多例子，就是你觉得说出来让人最 impressive 的例子是什么？哦，其实有很多，嗯我可以从我自己工作当中讲吧，就比如说，呃，我们除了有这个 assistant，就是 search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 work assistant，因为他知道了你工作上的这些所有的 context 之后，他就可以帮你干活。然后呢，还有就是有 agent 可以帮你 automate 一些比较 repetitive 的 task，比如嗯说帮我干活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准备一个 talk，要给一个 talk，在比如说我这月底要在新加坡给一个 talk。那Glean 就可以先，我跟他说我去哪个活动，他就找到了那个活动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活动？我们去那个活动，我们自己内部的 KPI 是什么？那个活动有哪些人参加？然后当地的 audience 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比如可能是不管是他们是在什么部门呐、做什么岗位的，或者是在哪些行业的。然后呢，Glean 再根据我们的比较 standard 的这个 pitch，然后我说我有一个，比如说20分钟的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 Glean 就可以给我推荐说怎么讲啊，跟这些人怎么讲。嗯甚至比如说有一个我自己，比如说做 talk 的时候比较 struggle 的就是这个起承转折啊，有时候会比较生硬。比如说这个话题讲完之后，怎么很自然而然的转到下一个话题，有时候我自己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转折，或者就是整个 pacing 的角度吧。那这个就是 Glean 这个 assistant，或者是也可以用 agent，就特别好，它可以帮我每一个段落都有非常smooth 的起承转折，然后时间的节奏把握的也特别好。等等等等，然后不会说老是重复说同样的话。他说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他可以就是光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吧，他可以翻出5种不同的说法说之类的。就针对我个人的一些工作上的短板，我就可以告诉 Glenn，他就可以帮我，可以做得更好，又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考虑的其实也非常全面的。而且它有一个这个 first draft 之后，基本就是已经非常好了。那我自己只要再去稍微微调一下就行了。等于每个人都有一群很全面、很厉害的小助理，就像嗯你那种高管们都有，不是都有人陪他的 啊，PPT，他也不用对对，自己画，演讲稿也不用自己写，全部都有人准备。那有了 Glean，就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每个人都给每一件事，我要去一个内部的 meeting 或者见客户，我就可以用 Glean，哎，给我一个 brief，有一个这个 meeting 的 prep brief，或者是一个画好的这个 PPT，让我再去调整嗯所以整个体验就非常好。然后他还是非常聪明的，包括我知道我们的财务部门也有一个，他就是一个 agent，是比较 advanced，他是叫 margin guard，就你知道不管是什么公司吧，他总是偶尔有时候有些客户你可能在这上面你，不一定就是这个赚钱，因为种种原因，对吧？不管你是一个卖 B to C 的还是 B to B 的，假设啊，你有一个客户你发现不赚钱。
那这个 agent 他就可以告诉你，首先为什么不赚钱，是因为可能这个是你一种促新，你为了拉拢这个新客户的一个手段。你知道你第一单不赚钱，但你希望第二、第三单可以赚钱，所以你现在愿意第一单稍微少赚一点，因为你后面还在钓大鱼。那这是一种，对吧？还有一种是可能这就是你产品上面可能有一个什么问题，所以它现在不赚钱。但是我们已经在修了，甚至已经修好了，那你知道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的会解决。那可能有第三个问题，就是确实 something is going wrong，所以它不赚钱。那这种情况，他再给你推荐，OK，你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处理方案，你再去跟这个客户沟通啊，等等，再去 look into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特别是现在很多 AI 的东西牵扯到很多 token consumption 啊、usage 等等，它等于这种很复杂的，你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这样一个全局的事情，以前可能要有一个Tiger Team，不同的部门的人都要 get together，再去讨论到底这么复杂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在这个客户上面我们亏钱，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等于这个 agent 已经把很多的事情都帮你分析好了，你省了很多分析的时间，而且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基本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推荐。那你就可以连这么敏感、高度复杂的事情，其实 agent 都是可以帮你做得非常好。哎，那个令他用的就是他做这个分析，他是基于实打实的数据的分析，还是说他啊，是对对对，基于推理的？就比方是的，是的。你好像刚才说对吧？这个是因为什么 cost 太高，然后是实这个 打实的，因为 token 我的 们有，cost，那是因为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儿，有人在一些 communication 说提到，因为这嗯，个对，是实打实，因为原因。我们每一个客户签的合同啊什么，我们是知道的嘛，就是比如说收了多少钱什么的，所以这个案例其实也是通用的，任何公司都可以用，因为你从这个客户身上收到多少钱是已经录用在你自己的这个 CRM 系统里面了。或者你的这个 contract 系统啊，不管你存的什么系统，你知道你在这个客户上面，对吧？哪怕是一个电商网站也是，其实你是知道这个客户是花了多少钱，你也知道在这个客户上花了多少钱，就是你收到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因为你有所谓的这个 cost of goods sold，所以它就是基于数据可以告诉你哪些人可能你是在亏钱的，然那这后再这就牵涉到我的这个工作相关哈，嗯，因为我做很多 data，现在 AI 在 data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context，因为 data 每个公司都有很多 data，对，是吧？关键是 AI 能不能知道这个 data 是什么意思，然后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什么 data，或者是把哪些 data 能够拉在一起。就是说，格林的这个产品去deploy 的时候，需要我们去给很多很多的这个context 嘛，比方说教这个 Glean，嘿，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个数据是什么什么意思，然后你如果分析这个问题呢，你需要把这三个 table 拉在一起看，就是这啊。些我们需要预设嘛，还是说它其实是他自己通过，比方说，第一可以拿 table，第二可以大家的对话很多，对吧？同事平时的讨论，还有一些这个会议，它综合，它并没有就是完全自己去 pull 这个 data，而是一个综合的考量，把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些原因给分析出来的。对，它并不需要 manually 去给它设置这些 parameters 或者 guidance。我们是 嗯 index 你的 org chart，所以我们会知道你是在什么部门，你是做什么的。嗯然后比如说我如果一个市场部的人说 PR，就是 press release，但是一个工程师说 PR，对吧？就是 pull request，他知道你是什么部门的，所以你说的这个事情此 PR 非彼 PR。而且呢，我们会根据你接上的这个软件，我们有一个针对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个 enterprise knowledge graph。这个也是 AI 大于就是 LM 刚出来的时候，knowledge graph 这个概念非常火，就是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自己的 knowledge graph，他知道就可能我和你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但是我们正好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有合作，所以在这个项目上的很多事情他就知道我们是有合作有这个 context。那同时呢，他对每一个员工也会有一个 personalized knowledge graph。因为我们每问格林的问题，或者我们在用的这些软件都其实有很多的 signal，所以我们有自己的 proprietary 的这个 signal 的 personal knowledge graph 的这个capabilities，所以你会经常发现用了 Glean 啊，用了1个月之后就越用越聪明了，它就像你自己的一个助理，它就是越来越知道你了，知道你
的工作的做项目啊，你和不同的项目和人和数据之间的关系，那他就回答的问题啊等等就越来越到你的这个心坎上。嗯，所以并没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去 teach 这个 AI 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它就是现在流行的词语叫干中学，对吧？它就是 嗯慢慢嗯嗯，它就把这个数字就都弄明白了，然后通过一些 context 大家的对话、一些文档、一些这个开会，它就慢慢把这些都这个知识的图谱 graph 都建立好对的。对对。了解。那个因为大舅是非常资深的产品经理啊，那个从产品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有很多想象空间的？因为我们有这么说，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智能体以及它的这个对 context 的理解，刚才说 Kelly 有举例子可以帮忙生成这个演讲的这个稿件，或者是 summary 一个事情做一个分析，而且我也看到他们最近也有 launch 一些新的产品的 feature，就是帮一些部门去直接 generate 一些 report，对吧？嗯。从产品的角度，你觉得还有什么更加可以想象的空间呢？大舅。我觉得现在 industry 的这个趋势嘛，就是在不断的往这个 autonomous agent 这上面在靠嘛。我看到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格林现在上的那个新的这个 create agent 里面有个 build with natural language，这个我记得我上次看是没有的，上次看的时候是你要自己生成一个框，有个 trigger，对吧？这样你用 natural language 之后呢，这个bar 又降低了，这样的话更多的员工可以来使用这个产品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我回头要去玩一下，看它现在实际的性能怎么样。就是你给它一个 natural language，它多么的这个准确的能够把你的需求生成一个 workflow，对吧？这个要看，然后以及他们最后能够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得呃很容易的去生成一个 workflow，然后这个 workflow 它就可以自己去，因为它有 context，它就可以在公司内部做很多事情，从而可以做到很多人类来做的事情，甚至人类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很多时候，就公司里面有很多的 role，它其实就是做一个固定的流程的事情，比如说跟每个组的人发邮件，让他收集一些 update，或者是跟每个人组七八个组一起 schedule 一个 OKR 的一个 planning 的一个 schedule 或怎么样，就很多事情其实 agent 你让他做的话，都是能做的，只要他能够给他告诉他这是 context，你要找谁谁谁，他们的这个以前的信息什么，然后跟他找他干嘛，对吧？你这个事情你如果能够比较清楚的告诉 agent，那 agent 就可以通过邮件和 Slack 等方式找到这些人，然后帮你把这沟通事给干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空间，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格林现在就处在一个就是打工人最害怕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会取代掉很多打工人，就是因为他自动化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呃恐怕是不能避免的，这无法避免。那打工人有打工人的应对方法，这个可能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它可以自动化很多公司里的事情，因为它有公司 context，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越来越好。现在肯定是在做，但是肯定还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嗯对，我们是你可以自己就是有一个 workflow agent，你可以自己一步一步的 build agent，但是都是用那个natural language 去弄。嗯你还有 autonomous agent，就你就提需嗯，求，然后是他自己给你生成2页的 instructions，也是 natural 是 language 2页的 instructions，再是给一个 agent，然后 agent 再去帮你实现一个产出，然后他给你的是，这个 instruction，你就可以再去改啊，再去微调，呃，嗯就是等于写非常详细的需求。总是，总的来说是挺好。非常容易，我们就是很多的同事大家都是各种 嗯 build 各嗯，种 agent 来帮助自挺好。己做各种工作。对，当然 哎，agent 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 adoption 呢，但这个不能怪 Green，就整个 industry 还没有到大规模的人在开始写 agent 的一个程度。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好处了，但是你实际上要写出一个能用好用的 agent，还是需要一些能力的。那这个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所以这个 agent 的 adoption，反正我们公司不是很高，但我觉得其他公司可能也不会太高。但这个不是 Green 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属于这个 industry 要慢慢的往前走，要 educate 他的 user，然后慢慢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对，
对，我现在其实在招2个人，就是专门就是在 build agent，因为比如嗯说我们想让客服部门或者想让销售部门每个人都嗯用上这个 agent，去真的比嗯较的深度的捆绑它的这个 workflow。这个 agent 首先从嗯嗯就有点像又要像产品经理要收集需求，嗯嗯，确实是的，明白需求，然后到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嗯再收集反馈，再微嗯调，然后再是 ongoing 的 maintenance 等等等等。我嗯现在也是嗯在招嗯，人，就是类似于像 AI architect 这样的人去是。做这样的事情。是的，那现在情况就是，那既然 Glean 都需要招人来做这个事儿，那他的客户可能也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客户自己可能还搞不定，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就从整个 industry 来说，bar 还是有点高的，所以说怎么呢去对吧，让客户都能找到，才能创造价值。对，而那这个关键点且我现在在哪呢？就是说，是因为嗯他只是说对这个创建 agent 这套流程不是很懂，还是说其实他的真正的难呃，点在于理解这个业我就有务的流程？两个，我就有两个，应该有嗯三个吧，我有三个，但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就是跟 AI 就使用 AI 产品的三个 bar，三个困难或者这么说。第一个困难就是要了解产品的边界，就是产品能做什么。那这个事情的话，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且呃，这个东西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东西它是变化的。就是包括因为格林后面用的是 ChatGPT 啊，用的是Gemini 的时候，他们也在进步。就他们现在可能做一个事情，可能90%对了，可能3个月以后就变成98%了。那么你对于决策者来说，使用者来说，他要了解这个事情的变化，才能够更好的让他觉得我要做什么事儿。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边界性是一个困难点。第二个困难点就是提需求的能力，就是如果我是个用户，我怎么能够知道我要做什么 agent？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这个东西其实属于我们产品经理的一个专业的，以及我们跟他们干这事儿。就是你其实随便问一个员工，他不是能够很清楚的描述出自己的需求的。这个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敏锐的需求捕捉能力。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怎么能够很好的和AI 交流和交互。那比如说以前在有这个 natural language 这个 UI 出之前的话，你要做一个 step by step workflow。你要说第一步是 trigger 怎么 trigger 它，第二步是发生一什么事情我怎么 define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虽然是 UI 界面的不是命令行，但其实是有门槛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话，其实他也不太会做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呢，有了自然语言模型的这个natural language 这个 interface，那这部分的门槛被降低了，那就只有你就对着这个模型就这框说话就可以了。我想要一个 A，我想要一个 B，要 C。当然了，就是这个沟通的能力还是存在的。你就发现有的人就算平时你跟朋友说话交流，有的人就能说的比较清楚一些。那这个时候说明就是你能把一个需求说清楚，这沟通能力其实也是分高下的。所以说有的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所以说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既不是 agent 也不是 Bing 的问题，是整个这个大模型生态，整个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 AI 还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早期，所以用户来说，他的这3点就是对于技术能力的边界，对于自己需求的挖掘和对于跟技术沟通的这个是3个点，其实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真的adoption 其实不是很高。这个听上去就是人家说什么能力不会被 AI 取代，或者什么未来教育小孩要培养哪些能力，其实还是沟通能力啊，所沟谓的通能力。口才，把话讲清楚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哈。是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因为这个是新事物，一个方面是不知道它的边界，一方面可能是 change management 或者什么。我是，之前就是帮一个已经买了 Glink 的客户做一个 launch and learn，就是介绍我是嗯怎么用 Glink 的。然后嗯就有人就嗯问啊，那我只想让 Glink 给我真正来自客户的需求的反馈，而不是说我嗯们内部同事讨论的那些反馈，我只想要嗯客户给的声音。嗯那嗯怎么做到呢？其实很简单，你 literally 你只要告诉 Glean，你就嗯是 exclude internal ，yeah yeah，conversation，only use external conversations 就嗯行了。但是嗯他们就没想到，他们有这个担心，但是其实是你只要告诉Glean 或者任何大语言模型，就嗯是 exclude 是 this，include that 就行了。但很是多人他并不一定知道，就是模型可该以，这么说，对吧？哎，对嗯对，是的就是 you just tell it to，但是这个就是是的对。而且我看到，我就看Glean 最近发布的那个 demo，嗯，呃，在 demo 里面，他就是在公司内部一下到 finance，一下到 marketing，对吧？然后对，在内部也用 Glean 做很多的事情。
我很好奇，就是说在你们公司内部，肯定大家都用了很多了，嗯，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也好，工作方式也好，跟原来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吗？嗯，因为你们公司肯定是对用的最多的了，对吧？别对，的公司可能真的就比方说用来做个 search 或者搜嗯，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可能还并不能够真的知道 full potential 是什么，可能用是。的还是这个比较粗浅。那你们公司因为在做这个，肯定是用的很深。那用到现在为止，会对整个公司的 organization 工作的方式、大家沟通的方式产生一些很大的这个变化或者是影响吗？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幸运是 AI native 的公司，所以并不对，需要 change management 这种阵痛。我观察下来呢，组织结构还是和以前传统的方式还是比较像的，但是肯定因为 startup 会 flat 一些，而且因为 Glean 可以帮你找到很多信息，很多乱七八糟的会都不用开了，嗯所以呢，就是确实可以省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顶俩是确实是没问题的，因为这就是要又有了 AI，这不仅仅是 Glean，又 Glean 还就比如说写东西，你就让 AI 帮你写，画 PPT 让 AI 帮你画，这种 meeting summary、meeting notes 都让 AI 帮你弄，对吧？或者很多数据的分析啊，什么 AI 都可以各方面写，代码也是，就是有了 AI in general，一个顶俩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senior 的，已经是 top of their game，就是嗯对他自己做的事情已经是非常了解、很熟的一个，比如说工作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比如说一个有实验经验的 PM，已经怎么当 PM 已经都很清楚了，基本 PM 的方方面面的该需要有的这个 skill set 能力都有了。然后又比如说加入了 Glean 啊，就是整个 fully on board 的这家公司对你的这个产品啊、客户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开始干活了，就 fully ramped 的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基本就是可以做到一个顶三。嗯从这个产出的角度啊，而且这个是不需要996，就是40个小时，嗯就是一开始一个顶二，就 fully ramp 了，特别好的就是可以一个顶三。嗯那我们现在呢，目前看就是很多人就很好奇这个所谓的 manager to IC 的 ratio。那在 Glean，嗯因为我们不断在发展状态，我们不断的在招很多新的人，所以我们目前这个 manager to IC 的 ratio 其实还是并没有说啊一个人就管50个人，好像我看嗯有新闻什么有些公司是什么一个人管50个人这种，对吧？没有嗯这样子，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新的，所以还是新的人他们的要 ramp 要 coaching 要各种，所以从 manager 到 IC 的 ratio 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或者所谓的你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太大改变，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在很快的发展。嗯这个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悖论，然后一些很稳定的公司，它组织结构已经在了，你真的让它从比如说这个 ratio 从1:10一下变成1:50，其实让它自己革自己的命也是很难的。所以，因为新的公司呢，还是需要，比如说一个老板带5个人，每一个人一个一个 ramp，而且我们都是很多是，你很难同时 ramp 好几个人，一个一个 ramp，这个季度 ramp 一个人，这个季度 ramp 一个人，就有点从这个角度，就像一些传统公司，一个老板管5、6个人就差不多了。那传统公司它又要 change management 的各种阵痛，它也没有办法，所以没有人，是那种说你想象当中的哦，有了 AI，一个老板管50个人，就 AI 工具，什么一个人在管了30个 agent，这种是肯定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因为这种除了要非常稳定、很 predictable 的、很成熟的一个行业，没什么大变化的行业，才可以真正的去什么一个人管50个人，50个人每个人管30个 agent 什么。但其实，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传统行业，他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 disruption。所以你是很难做到像你想象的，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像在走流程一样的那种流水线一样的，就是有了 AI，好像 knowledge 嗯 worker 就和 agent 就变流水线了。其实也不是这样，还有很多新的东嗯西要 figure out。嗯我感觉这个给了我们这个广大打工牛马一些信心，啊，是的，是是的，因为就比如说零嗯售行业有这种，因为世界还是人在弄嘛，人就不一定是 rational 的。零售行业，比如之前有这个关税的问题，对吧？然后很多这个政府部门啊，医疗行业，听上去好像是传统的很稳的行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大的挑战，其实缩减开支啊，医疗方面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并不是说 AI 可以 figure out 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rinse and repeat 的一个 repetitive 的 workflow。嗯。这个给了大家一点信心哈，就是说，嗯
就是也不是会完全取代这个白领工作，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尤其是有几个很有钱的这个 AI 的 leader，天天这里说，对吧？80%的白领工作以后都不存在了，但是好像并没有看见这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即使像 Glean 这样的公司 AI native，而且已经 fully adopt 这个 AI 的这个 workflow。还是有很多变化需要人去处理，然后去协调、去沟通。嗯，我觉对，因得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是新的，并不是说把之前的 playbook 扔给 agent，agent 就照搬了。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给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AI 可能它的助力其实是提高生产率、提高创造力、提高可能性。嗯，你这个也许以后的公司，它的形态、它的模式就不会是说一个稳定的业务一成不变的做个50年，可能对你最后比较活得好的公司，都是在快速的市场变化中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进化，对吧？去依据市场的情况来做调整，一个人和 AI 配合，共同去努力的一个状况。也没有很多人所说的这么悲观，大家只能躺平在家里，然后对，没有什么工作。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儿。那因为 Glean 其实成立是在 AI 还没有出来之前嘛，嗯，所以从你们公司的角度来看，你们本来就是要做这个事儿，就是要通过 knowledge graph 去帮助很多公司去打通，嗯，所以那 AI 对于你们来说，它就是对比 AI 出来前和出来后，它对于整个产品的形态最大的加成是在什么角度？从你们内部的这个感受来说，因为你们本来也在做这样的对。事情。这对我们来说肯定是很大的利好，因为等于就是有了这个 LLM 的能力之后，很多东西都是自然的一种 chat 的形式，然后它直接可以就帮我总结出来，然后嗯之后还有什么做图、做表啊、做分析各种能力、写代码的各种能力都出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利好。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以让用户自己选模型，每一个个人用户可以自己选，也可以说公司的 IT 部门就说我替员工就选好了，我们公司就是用这个模型。或者这个部门就觉得，哎，比如说 engineering 就用这个模型，销售就用那个模型，因为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需求，所以而且现在不同的大语言模型，他们出的新版本，包括今天出的这个 ChatGPT 的新版本，我们都是，就是 Day One，就是在用户在 Glean 里面也可以用到，那等于就是不管有什么最新的模型，在产品当中就马上当天就可以体验到一些更强的这个能力，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嗯。我还看到有另外一种说法，当然这个不一定对哈，因为大家也有很多人讨论，就是说 AI 这个发展到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以后，它会带来冲击最大的是哪些公司？那最简单的，比方说像Grammarly 对吧，修改你的语法的，那这个 AI 嗯完全就可以做了。还有很多 SaaS 的公司最近对吧，SaaS 公司嗯，的股票也跌得一塌糊涂，很多人对。觉得 SaaS 这个软件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我其实非常 surprise，我看到 Glean 也在这个 list 里面，说这个大模型的不断发展，也不需要专门的一个公司来做这个 knowledge graph，而是这个 AI 自己就可以去把这些knowledge 能够去整合进去，就它自己不需要第三方的 tool 也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内部有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或者是说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嗯，这个它，就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connectors，或者说你接上这个 SaaS 的信息，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大语言模型现在很多，他们也在接一些 SaaS tool，包括你自己在用 ChatGPT 啊什么，你都会看到啊，连上你的 Google Drive，连上你的 Box 之类的。但他们可能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所谓的 federated 这种一个 push API 的形式，所以你的得到的这个它并不是通过 index 的方式，所以你得到的这个信息的质量啊。速度啊这种 recency 啊，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这个呢，你只有自己用了才知道，你只有就是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才知道不同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就像我的嗯3岁、5岁小孩，比如他也在画画。
画一匹马，对吧？那个什么的，这个画家也在画一匹马，这个就两件事情，根本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太新了，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大家以为啊，他也在画马，他也在画马，都是一样的，其实根本就是两种事情。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客户在购买的时候，他们也是越来越 sophisticated。我觉得当然有很多这种推特上啊什么，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理论吧，但是很多客户在买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好几家去比选。甚至就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数据源给不同的 vendor，让他们去嗯，跑，让他们去测这个质量，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竞争对手出来的这个答案根本就是没法看，然后他们再来找到了 Glean，对。能举个例子吗？我很好奇，这个5岁的、3岁的画的马跟画家画的马的区别。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的这个例子，就是比如说 Glean 和你的公司有没有接触过之类嗯的。那也许他是说啊，他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正确的定论，因为我们当时就直接把我们接触过之后的进展，目前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都已经知道了。他也许只是很简单的罗列了一些情况，可能还不全，定论也不一定准确，或者是遗失掉了一些信息，都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说哦，这几个人我们曾经聊过啊，聊了些什么，然后给他写在那里，但是他没有一嗯。个综合的一或者个大家因为平时也用 Slack，或者自己个人也用 Gmail 啊、Google Drive 什么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假设你比如说你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什么王心凌的演唱会，你忘了你的演唱会的票是多少钱了，你现在你在 Gmail 里你问我为王心凌演唱会付了多少钱，他可能都这种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你。哦，是吗？哦，嗯，对吧？你先要找到王心凌演唱会那张门票，他可能你是搜，他就出来10个邮件，都不一定是准确的。然后你再找到其中一个是真的有你门票的这个邮件，然后你再去肉眼去看这个你当时到底付了多少钱。呃，嗯大家自己对吧？用 Gmail 啊、Google Drive 去尝试一下，就可以知道很多回答的问题的质量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找到你真正想要的这个 insight。嗯。我其实还经常要去 Slack 或者是 Gmail 里面翻一些以前的信对，息，嗯或者是 Jira 找一些以前的 ticket。嗯哼。最大的困扰就是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搜什么了。就是我对你知道，一搜出来50个都不相关的，嗯，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关键词我应该搜什么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哦，那是因为对，就是 但 search 的有好几种，有的是那对吧？种所谓的 keyword search，有的是什么 lexical search，它并不是一个智能的联系上下文，明白你意思对这个。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谷歌的它虽然 consumer search 做的很好，但是你要是自己在 Google Drive 或者 Gmail 里面去搜索内容的话，其实你也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嗯。非常非常 impressive。我觉得这么聊了一下，就感觉更清晰了。因为我前面也给你发消息说，就光看你们公司的 demo，每个人都很高兴，说啊，我用这个做了一个 report 啊，怎么好。但关键是因为我们就看不见那个 report，我们就啊，他做了一个 report，这个人说好，就感觉就不能够进入这个场景，你知道吗？就不能够真的理解他有多好，只知道啊，他做了一对，个事，就看不见。就是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实际的体验了，就是它就像是食物一样的，对吧？你看到了，你自己吃了才知道，就是对，嗯。但很多人客户用过了，包括我们很多 Glean 的员工也都说用过了就根本没法想象以后工作不用 Glean，所以就是必须要有 Glean 才知道怎么工作那种感觉。嗯。大舅，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有这种就如果不用格林来搜，你感觉就不知道怎么搜的感觉吗？嗯，那就只能就是手工收了，比如说去 Google Drive 上搜一下呀，去 Jira 上搜一下，就 Slack 搜一下，但是肯定是不能够，就是不全的嘛。然后我自认我自己这个关键词的能力还可以，就是我能够比较清楚的把自己的想要的目的用所有词表达出来。但是还是比不上自然语言，自然语言还是最好的，就是通过你自己的语言跟它交互是效果最好。所以说，我觉得从至少搜索这个场景来说，在企业里面，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对，嗯我觉得这个听听这个真实的客户的反应，嗯胜过千言，胜过很多宣传。嗯，那我们在
我们讨论这个今天请 Kelly 过来，当然我们讨论一下格林这个产品的形态，但我嗯觉得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纠结于整个这个产品本身怎么样，我觉得更多的是帮助大家去理解，我们怎么一个更好的跟 AI 一起协同工作，然后嗯把这对，个个人的这个 efficiency 给它提到那 next level。嗯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想两位也讨嗯论一下。就是 looking forward 往前看，它的 potential 在哪？比方说这个产品的，我不要嗯说终极形态吧，就比较 advanced 的形态，嗯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对吧？是因为前面有很多人说啊，这个80%的白领都没有工作了，对吧？它一个最终极形态是怎么样的？在你们的 vision 里，或者是甚至 Kelly，如果你们公司内部有一些这个 strategy 或者是 vision，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形态，如果可以分享的话，也对。欢迎你就是分享一下。是我们的 vision 就是，首先它是可能让你更 work efficiently，然后嗯呢，它可以让你就是 work better，这个也其实今天就已嗯经实现了，这就看你具体嗯让 Glean 帮你干什么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 assistant，你可以让他帮你干，就是写文章、写 PPT、做一些分析，就是做一些 research 啊，各种都可以。那它就可以让你 work better，而且你可以让他就是给你很多 feedback。你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个 PPT。要针对某个客户吧，我就可以说你去找我们针对这种类型的客户，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你再 critique 一下我的 PPT，对吧？我们最厉害的销售，他的 PPT 是怎么讲的，怎么弄的？或者类似的客户，人家是怎么弄的？哎，你再来 critique 一下，或者你先帮我生成，再 critique，再什么都可以，对吧？那就是可以帮你 work better，就等于他是一个 coach，他嗯，是一个 mentor，他是可以是你比你更资深的一个人给你的一个 feedback，也可以是跨部门的，哎，他懂我不懂的东西，他给我的这个 feedback。那 Glean 因为他已经抓到了各个部门干的事情嘛，他就可以给到你很多的这种东西，甚至帮你直接做出来了都有可能。就那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根本也不需要你去问他，他就自己就做了呢？因为对吧，他嗯，的这个很好的 sales pitch 也有了，对吧？然后他也知道你们的 knowledge 了，那他是不是就像对吧，Open Cloud 一样，对吧？这个 是有，对，你可以，因为我们现在 automate，然有后他就自己就做好 PPT 发出去了，就是，这当然我们要就是 human 的 loop，你还是要看的，但是是可以的。其实你是可以 set up 一个 agent，说，每天看我今天有哪些会，比如说啊我是哪些是见客户的会，针对每一个见客户的会，帮我准备一个 PPT。呃，根据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跟客户讲好的 follow up action items，他们的问题啊，我要的这反正我要的一些需求，你让他每个会都给你先准备个好一个 PPT，都是可以的。其实包括还有一些很常见的，比如说销售，他每参加一个会，他都要 log 这个 update 在 Salesforce 里，这个就 Glean 也可以帮你全部自动化，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in-app 的 actions，就是在 Salesforce 里，在 Jira 里面，或者是在 Zendesk 里面，都可以自动的 trigger 一些这个 action，就等于就是开始帮你干活了，嗯，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终端的 vision 其实就是一种就是 work differently，因为你时间精力都等于 free 出来了之后，你就是创造了，就是包括像黄创仁勋造很好。讲过这什么个事情，什么样的创造是 AI 不能够帮我创造的，要需要我对，就是去创造的？还是等于你不断的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信息，又很快的有新的信息之后，你可能会有很多新的 ideas，然后新的想做的事情。以前可能你们公司就是做这方面的生意，你现在发现，哎，我还可以做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嗯。等等，等于它是一种更快的，然后也是更广的一种，就是这个就是它作为一个 AI 作为一个辅助，但是最后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 mission 啊，是叫 enable human do 那个 extraordinary work，对。所以不是来取代人的，是让人可以做 extraordinary work。至于这个怎么个 extraordinary 法，就是每一个人看你自己的这个呃大脑的这个灵感带你到哪里去了。很好的微信，很好的微信嗯。啊！我们这个还是有不少的 humanity 在这里面啊。那个对，大，而且我现在确实觉得它并没有真的取代任何人的工作，或者是说，我们也有很多客户都是非常大的公司，可能是10万人、20万人的公司，确实没有觉得是取代了任何人的工作，还是让大家都是可以工作的更好，因为你知道，永远有其他的事情、更多的 ideas 可以去探索，事情可以做。对对对，大舅，你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呢，如果 looking forward 的话，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个业态来说，我认为 Glean 是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就它未来只是说会接更多的软件，它接了更多软件，它自己的生态就越强，它生态越强，它就越能接更多软件，因为别人就越依赖它，所以说它就逐渐产生了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过程，而且随着它接入更多软件，它就可以签更多的客户，因为客户觉得啊你这功能非常的全面了，对吧？那我越来越愿意接，那客户越多，那越有软件愿意接入，所以说这个就会逐渐产生了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飞轮。所以这个是在目前这个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那么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当然 Kelly 可以告诉我，就说不定这个可能内部已经有一些计划了。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判断，就整个 SaaS 行业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就是现在大家主要 rely on 的是各种 SaaS 软件，什么 Salesforce 呀，什么 Photoshop 算不算？就是各种Figma 呀，什么这 对 Notion 啊，，Rippling 啊，就各种。这些他们自己会很惨，他们自己都很惨，他们会很惨之后，那么作为中间的这个桥梁的 Glean 能不能起到非常大的价值？比如说，假设用 Notion 的人变少了，用这个 Salesforce 人变少了，那么是不是 Glean 的价值也就下降了？比如说有可能会出现，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会导致很多的应用变成 on device，它不是 SaaS 了，它不是在服务器上，不是在云端来跑这个东西，不是浏览器了，它可能是这个用户本身本机上装的一个 application，就 Mac 的 app 或者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至少目前为止，应该格林是不能 index 的，它不能 index 我电脑里的东西。那假设这个 work 是发生在这里的，我以后又想 recall，我应该怎么办？那这是一个角度可能会发生事情，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导致 application 的碎片化。就是现在大家都用了几个头部的 application 的，比如说叫什么 Salesforce 啊、Figma 什么这些，那以后可能会就是这个东西会变得非常的这个碎片化，因为 AI 的出现导致人类可以获得大量的这种小的只解决自己需求的应用，而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应用。嗯那以前之所以是巨大的应用，是因为你如果做很多很多小应用的话，这个成本是不划算的，这个从商业上是不合适的。那现在这个成本大幅降低之后，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客户，我可能不买 Salesforce 作为一个巨大的一个软件卖给我，我可能买100个小软件或者 agent 或者怎样，然后的话呢，它每个解决我一个问题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买那么多。这样的话呢，导致就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未来的软件也可能出现非常的长尾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头部软件。你可能现在可能你接入100个软件就可以了，未来可能有10万个，那你怎么办？你是一个一个接入，还是什么方法，或者说是考虑别的一种解决方案？那这个业态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格林获得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甚至说这个事儿准不准都不知道，不一定会这样。只是说现在业内有一些人会在这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业态包括 SaaS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我觉得这格林可能也是需要，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 be prepared。嗯，我觉得你这个两点都说的非常好。第一点其实对 Glean 影响并不大，因为 Glean 是嗯，纯是 sales led，就是都是 enterprise 客户，而并不是，是你说的这种很多本地化。我觉得很多可能是 嗯 prosumer PLG 的公司，还有很多 maybe，prosumer，嗯因为公司一旦就像银行啊、保险公司，它肯定就不会让员工把所有东西都嗯放在自己本机上的，他们嗯对，嗯就所以，因为我们针对的都是企业，而不是 嗯 freelancer 啊这些的。第嗯二个倒是对，它就是有这个长尾的，有可能以后未来的这个软件的业嗯态是往这方面的去嗯演化。我们其实是有很嗯多各种灵活的方式嗯去做这个 connector，有 native 嗯 connector，也有 嗯 push API，也有 MCP 呀、嗯这个也有 skills 等等等等。所以，嗯，呃，确实是就是 stay flexible 吧，就是有不同的，我们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可嗯以，然后我们嗯有 partner，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做这些 connector，所以根是，据不同的这个业态的这个需求，我们有不同的方嗯式，因为有时候客户嗯他们可能也prefer 某一种方式去实现嗯。这个需求，所以对，关于这个，第一个而且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不是说他们把现有的 SaaS 装在了自己电脑上，嗯不是这个事情，而是说有一些使用场景，它就得在自己电脑上用，所以它就嗯只好电脑上做。而且公司里面如果它有需要的话，它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它是公司 issue 的 device，甚至嗯，你可以让 device 丢在扔在办公室，你不许拿回去，它有办法来管理这个事儿的。
有些事情就是说，它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不适合在浏览器上做，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最近大概就1年左右吧，就出来一个就是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叫做语音输入，就是说你比如 WhisperFlow、Typeless 嗯之类的，就是你对它说话，它是文本。那这件事情浏览器是做不到的，就是你非得在硬盘里装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因为我跟业内的一些人聊过，就他们的这个vision 其实不是说做语音输入这么简单，不是说我说话变成文字，因为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好做，但不是说我收你一个月10美金这个事儿，就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代替打字的时候，你实际是生成了大量的对于你本人的 context，他们要嗯的是这个 context，就这样的话，他们就在很大程度上认识你，知道你，并且能够帮助你 recall 你的信息。那么，嗯那么格力能不能接入这个信息？格力能不能接入我用语音输入说过的话？而且，那如果能接入，怎么管理这个权限？我说过话，我能不能让你知道？我肯定不能让你嗯知道。但是我能不能去 recall 我说过呢？我希望我能够 recall。那么在格力出来结果中，也许有一部分是说，哎，我用这个 whisperflow 说过这么一句话，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对，我的这个，那么因此，我的意思是有一些应用它可能会逐渐导致它只能在本地上运行，是这个意思。嗯嗯明白。对，我们也有 voice mode，但是嗯对，就因为我们有 app 嘛，就一般都是嗯，在 app 上用。对，是的，但是你们 app 只能在你自己 app 用呀。就我用一个别的微信对吧？我 voice input 你这个就收不到了嘛。Anyway，就是这对，个意思。嗯我觉得如果咱们发挥想象力的话，哈，因为现在 AI 的这么一个态势的话，嗯也有可能这个 context 的内容会变成一个基础件。就比方说，你虽然说有10万个 app，十万嗯嗯，个不同的 app，是，它们都是 build 在某一层 AI 上的。那是有这个可能。通过这个 AI 这个 layer，它可以拿到所有10万个这个软件的一些数据，当然通过一些是有这个可能。权限的这个分配，或者是的，是付钱是的。或者怎么样，对吧？嗯嗯嗯，我觉得只要有需求，因为我们前面也讨论了，AI 最重要就是 context。是的，是的。那不仅是你我想要，我相信所有的公是。司啊，这些头头脑嗯脑们都想要。那嗯其实因为最重要就是一个需求，那有需求的话，就一定会有 solution，有人去尝试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对我觉得，当然，如果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觉得很难，但是也许就会有这种基础的技术啊，件，对，能够帮助你在不同的这个 app 中能够把这些数据。我觉得会出现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一定会的。我只是说格林按照现在的方法才会遇到这个挑战，但是是是，我觉得格林会解决的，就像你说的，这是有解决方法的。对对对对对，嗯。而且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就不是做 SEO 嘛，做 GEO，对吧？就把这个东西给是接入到是的，呃 是的。AI 里去。所以大家甚至很多人会主动，因为你要用这个东西，你就得把你 context 跟 AI 结合，会主动是的，把你的数据 feed 给 是的，是的，AI，对吧？所对，以这个我觉得，会解决的。对，嗯好。太棒了！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天有很多干货，然后又给了我们打工牛马人很多的信心，然后感觉又对未来的前景又更光明了一些。感谢两位，感谢两位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今嗯，天我们谢谢 Zoe，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凯莉，谢谢凯大家就莉的这个分嗯享我们这个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听到了这嗯里，觉得格林是嗯一个很有意思的 tool，可以去尝试一下嗯哈，嗯，嗯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嗯，好的，谢谢大家，谢好谢 Zoe，谢谢大家，谢谢凯莉，谢谢大舅，非常感谢，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好的，好，拜拜拜。拜拜。拜。